大家好，我是 Roland。很多人看到中东局势升级，第一反应是导弹飞过天空的火光，或者是核设施的安全风险。如果你这么想，那就完全看错了这场战争的本质，也忽略了它对你生活最真实的威胁。真正能让你明天醒来发现电费翻倍、打车费暴涨，甚至超市面包都变贵的，不是那几枚掉在沙漠里的导弹，而是一个宽度只有几十公里的窄窄水道——霍尔木兹海峡。中东离新加坡几千公里远，关我们什么事？现实是，新加坡正是全球能源版图中最容易被误伤的国家之一。全球20%的石油和液化天然气都要从这里通过。一旦那里出现风吹草动，新加坡这种能源几乎100%靠进口的国家，就会是第一批受到冲击的国家。今天的视频只讲一件事：伊朗战争正在把新加坡的能源安全推向什么样的风险边缘，而你我的口袋到底要为此付出多少代价？在能源世界里，有没有资源固然重要，但能不能运出来才是致命伤。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能源的咽喉。2025年的时候，市场可能只是在担心封锁，那时候的涨价更多是心理预期的波动。但到了2026年，如果战争升级为袭击商船、布设水雷，情况就完全变了。现代航运是非常脆弱的，一旦海峡被宣布为高风险区，保险公司会立刻撤保。没有保险，没有船长敢冒险开进去。战争真正改变的不是全球能源的供给总量，而是运输安全和风险溢价。当运输变得不可靠，全球就会进入盲目抢购的疯狂状态。新加坡作为血管末端的买家，即便不从中东直接买气，也必须支付天价的溢价。新加坡的能源结构可以用一句话总结：极度高效，但也极度脆弱。你家里吹的冷气，工厂跑的机器，其中95%来自于天然气。在全世界范围内，很少有国家像新加坡这样，把所有的鸡蛋几乎都放在天然气这一个篮子里。虽然政府有4大开关策略：天然气、太阳能、电力进口和氢能，但现实非常残酷。太阳能受限于土地，只能解决个位数的电力需求；跨国电网受限于邻国的意愿；氢能还在实验室里。真正扛起整个系统运转的，依然是天然气。这种结构性矛盾在和平年代是高效的，但在战争阴云下，就是悬在每个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。接下来，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新加坡能源安全面临的5个关键挑战。挑战一：天然气的高度依赖与成本失控。新加坡95%的电靠天然气，而我们的采购合同通常与全球市场挂钩。一旦海峡受阻，气价飙升会立刻传导到你的电费账单。本质问题不是缺电，而是成本失控。当发电成本高到企业无法承受，新加坡的经济竞争力会瞬间蒸发。挑战二：全球市场联动的丛林法则。你可能会说，我不从中东买气不就行了？但在全球统一定价的市场里，欧洲人买不到中东的气，会去抢澳洲和美国的气，从而推高全球价格。新加坡无法避开风险，只能被动接受全球范围内的涨价狂潮。挑战三：来源多元化与路径集中化的矛盾。这些年，我们的供应商遍布全球，但请看地图，来源分散了，但通道没有分散。无论是走马六甲还是绕道南海，暂时都是高风险区。只要航道不安全，手里握着再多国家的合同，也只是一张废纸。挑战四：新能源转型的死亡空窗期。我们正处于旧能源想放，新能源还没接上的尴尬期。目前的储能技术还不足以支撑新加坡在没有天然气的情况下撑过24小时。这个断层就是战争最容易切入的软肋。挑战五：能源安全并不等于价格安全，这是最扎心的真相。政府可以保证你家里不停电，但它没法保证你交得起电费。未来的风险不是 blackout 停电，而是 bill shock 账单震撼。当气价涨了10倍，没有任何补贴能填平这个坑。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场风暴可能带来的影响？短期内，我们的护城河还在。新加坡拥有世界顶级的能源基础设施和战略储备，不太可能突然陷入黑暗。中期看，我们要做好过苦日子的准备。只要中东火药桶不灭，
高额的能源溢价将成为新常态，这会直接传导到每个家庭和企业身上。长期看，这取决于我们自救的速度。新加坡必须在氢能、跨境电网，甚至是模块化核能上跑得比战争更快。每一次压力都曾逼出新加坡的潜能，这一次能源转型将是我们要跨过的下一座高山。说了这么多，其实这场几千公里外的战争，最终都会落在我们的插座里、账单里和你下顿饭的物价里。在这个高度连接的世界，没有谁是孤岛。伊朗的一枚导弹，可能就是你下个月多出的几十块电费。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声炮响，就是新加坡通胀跳动的心跳。那么，我想问问屏幕前的你：第一，如果为了能源安全，你支持新加坡更激进地推行核能或跨国电网吗？第二，最近这段时间，你真实感觉到生活成本的压力了吗？哪个瞬间让你觉得钱越来越不经花了？请把你的看法留在评论区，每一个真实的反馈都是我们寻找答案的方式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视频对你有启发，请点赞并转发给你的朋友，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。我们不只看世界乱局，更看轻乱局下的新加坡成本。我是 Roland，感谢你看到最后，我们下期见。